好的，我们继续煮酒论英雄下半部分，《三国演义》第14集。董承告诉刘备，滴血招的事情啊，这个时候董承还在试探刘备呢，还是说，哎呀，刘备还在这里含含糊糊的，他也害怕董承是不是真心的，说，哎呀，曹操也没有什么不好的。董承就发怒说，你是皇叔啊，你怎么还说曹操的好话？刘备说，就怕国舅不是真心的呀，我也不敢实说呀。董承就拿出这个血诏交给刘备，刘备一看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帮助国舅一起除掉这个奸臣，就在这上面也写了自己的名字。董承看着这个盟约说，现在已经有7个人了，我准备再约3个人一同商量。刘备说，曹操势力很大呀，我们也一定要小心呀，不能泄露啊。两个人一直谈到5更才分别。刘备就害怕曹操有疑心就一天都不出门，天天都在后园种菜，亲自浇灌。关羽和张飞都说，哥哥为什么不留心天下大事，去做这样的小事啊？刘备就笑着说，我自有道理呀，天天在后园种菜，当一个农夫。有一天呢，关羽和张飞呢都到郊外去练习武艺去了。然后呢，刘备就在这里正在浇菜呢，突然，许褚和张辽就带了几十个人就闯进来说：丞相有令，请刘使君马上过去。刘备有点吃惊换了衣服就跟许褚和张辽到曹操的府上去了。曹操一见到刘备说你在家里做的好事啊！刘备吓得面如土色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。结果曹操呢，把这个刘备的手拉着到后花园去，说：“你的菜种的不坏呀！”刘备这才放下心原来是说我种菜的事那不过是消遣消遣罢了。刘备就害怕他胸怀大志，以后是他的对手了。然后曹操呢，就跟刘备一起到了一个小亭子那里，说我们这正好梅子熟了，要煮酒，我们喝点酒喝点小酒他就想起了去年的事，说有个望梅止渴的这个成语，就出自于曹操。有一座梅林，大家都没水喝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前面有一座梅林大家想起了一个有梅子的事情，就口水就来了，就忘了口渴了，有望梅止渴的事情。然后呢，他就让刘备坐在对面，两个人就开始喝上酒了，谈天说地喝点小酒这个曹操也蛮有闲工夫的。正在喝着酒呢，突然这个天空阴云密布，马上要来大雨了，就像雷阵雨就好像是有龙在天上在翻腾。然后两个人就从龙谈到了当时的英雄。曹操说：“你去过的地方也挺多了，遇到的人也不少谈谈看，谁是当时的英雄啊？”刘备说：“我没见过什么世面呢，怎么能知道什么谁是英雄呢？”曹操说：“你没见过面也挺有文明的。”刘备说：“淮南的袁术兵多粮足，应该算是当时的英雄了。”曹操哈哈大笑：“他是坟墓里的枯骨我迟早要除掉他，一点都不算什么威胁，哪里还算什么英雄？”然后刘备说：“河北的袁绍现在谋士也多，将军也多，他算是英雄啦。”曹操摇头说：“这个袁绍呀，没有什么谋略，又优柔寡断，干不了什么大事的，不算是大英雄刘备说：“荆州的刘表江东的孙策，益州的刘璋，这应该算是英雄曹操听了以后摇头大笑：“这些人不足挂齿，
算不上什么英雄啊。刘备啊，就在这里说，除了这几个，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是英雄了。曹操回到桌边，满满的喝了一杯，说：一个英雄人物啊，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。然后呢，对于天下的事情要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啊，什么事都要知道，而且还得要有谋略啊，要有胆识。刘备就说：这样的英雄，谁能称得上是英雄呢？曹操指着刘备，又指着自己说：当时的英雄就是你和我呀，唯使君与操耳。这下子把刘备吓坏了，并不是说刘备自己不想当英雄，而是不想过早的暴露实力啊。你像他听到这一声，就这个筷子都掉到地上。这个时候正好天空响了个雷啊，响了一雷声。刘备就很从容的捡起筷子说：哎呀，这个雷很可怕呀，把这筷子都震下来了。曹操大笑说：大丈夫也怕雷吗？刘备说：这么响的雷怎么会不怕呢？装出一副这个很胆怯的样子。曹操看他这么胆小，哎，也就放下戒心了嘛，是吧？一起开怀畅饮起来了。一阵雨过了以后，突然看到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就跑到后花园里头来。然后曹操一看啊，竟然是关羽和张飞呀。那这两个人回来以后啊，听说刘备被曹操请去了，就怕出事啊。这个时候就看到刘备和曹操坐在那里喝酒呢，这才放心呢，就在那里行礼。曹操就问他们哪里来呀？你为什么要过来呀？关羽说：听得曹丞相和我们大哥饮酒啊，特地来舞剑助兴。曹操就笑了，哈哈，这里不是鸿门宴呀，哪里用得着什么项庄舞剑啊？就让人斟酒，给他们两个人一块喝啊。酒席散了以后，刘备他们三兄弟啊，就回家了。回家了以后说：哎呀，关羽就说今天可把我们两个人都吓坏了。刘备就把这个受惊落筷的事情告诉了，筷子都掉了的事情告诉关羽和张飞了。你说我天天在后花园种菜啊，就是想让曹操知道我胸无大志，谁知道他竟然只认我是英雄。如果真让他觉得我是英雄了，那他肯定会对我动手的呀，对我不利呀。第二天，曹操又把刘备请去了，又在喝酒。突然来了探子报，说公孙瓒啊被袁绍打败了，已经全家都自杀了。现在袁绍的势力很盛大呀，连袁术都准备去投奔他去了。袁术都准备弃了淮南，要把玉玺送到河北去，送给袁绍。这个时候，刘备想起以前和公孙瓒交情还蛮好的，还挺伤心的，而且还记着公孙瓒手下还有赵云、赵子龙。想了想，他觉得有一个脱身之计啊，他就说啊，袁术如果想去河北的话，一定要经过徐州的啊，这曹丞相，你给我一支兵啊，然后我就在这个徐州等着他，拦住他，把他捉起，活捉，来见丞相。曹操觉得哎挺好的，明天就跟皇帝说一下，让你去出兵啊。第二天呢，曹操、刘备就见过汉献帝了，就派副将朱灵、陆昭带着人马给刘备总指挥，就准备出军到徐州去了。刘备这时候回去了以后呢，挂了将军的印，就启程了。董承就来相送，就说：刘皇叔不要忘了盟约呀。刘备说：国舅放心，我此去有一番作为的。刘备就离开了董承，催着往前跑。张飞说：为什么这么慌张啊？我们这次出去。刘备说：我本来是笼中鸟啊，网中鱼啊，这样子一出来就是鱼入大海，鸟上青云了，谁也拦不住我了。这个时候，刘备的军马已经出发了啊。
这时候曹操的谋士郭嘉和程昱，他们本来是在外面，刚刚回来，听到这个事儿以后，马上就来见曹操，就准备阻拦这件事情，说你放刘备出兵啊，那就是放虎山呐，以后可能就治不住他了。你不杀他也是要把他留在许都的呀，你把他放出去了，以后就难得收回来了。曹操听了以后，哎，觉得有道理，就让这个许褚啊带了500精兵，要把刘备啊追回来。许褚就得令，就来追，追了半天，他的马快一些，人少一些，就追到刘备的营寨了。然后呢，就进了寨，就见了刘备，说明来意了。刘备说：“我是奉丞相的命令出征的呀，怎么可能现在出发了又要回去呢？请将军回去见丞相，你看代为禀赋啊。”许褚想了想，丞相跟他关系还是蛮好的，老是一块喝酒嘛。这次又不是让我来杀他呀，是不是？我只能把他的话回复一下呀，让丞相另行决定啊。就跟刘备告辞了，回去了。他就回到许都了，就见到曹操就这么说了。程昱和郭嘉就说：“刘备不肯回来，肯定是不怀好意呀。”曹操想了半天说：“哎呀，是我差他去的呀，我也不太直接反悔。况且我还有2个人，叫朱灵和陆昭，2个人还在军中，想他也不敢变心呀，就没有再派人追赶了。”刘备呢，日夜兼程啊，就到了徐州了。那个时候不是曹操任命了这个车胄啊，作为这个徐州的代管的将军嘛？啊，孙乾和糜竺也都在徐州，也都来参见刘备了。刘备安顿了兵马呢，就差人打听这个袁术的情况啊。后来回来报告说，袁术已经离开淮南了，不久就要到徐州来了。然后刘备啊和这些军师们啊，还有人马们，就去拦截袁术去了。结果碰到了袁术的这个先锋纪灵啊，就上次辕门射戟啊的那个纪灵啊，两军对仗。那纪灵呢还出阵，还算是袁术手下的一名大将。还没有搭话呢，张飞就出来了，打了没到10个回合，张飞大喝一声，就把这个纪灵刺下马来。那个时候还挺嚣张的一员大将啊，这么10个回合就被张飞杀了。袁术听到这个前面大败，就赶快来救来了。刘备就挥着鞭子指点说：“我奉诏讨你，你赶快下马投降啊！”袁术就说：“你只不过是个织草鞋的，你竟然说大话呀！”刘备把手一招啊，关羽和张飞2路兵杀出，袁术抵挡不住啊，大败，连粮草这个车仗都丢掉了。袁术逃到江亭，只剩下1000多个老弱残兵了。天又热，又没有粮草，只有一点点麦子分派给兵士，谁都吃不饱。这些当兵的都不想跟着他了。袁术呢也气得病了，躺在床上还在那里呻吟啊。这时候他厨子呢送上一碗这个粗麦饭，没有什么粮草了呀，只有一些粗粮了。他一直过惯了奢侈的生活啊，尝了一口怎么都吞不下去呀，粗麦饭啥油水都没有。然后呢，他就推开这个麦饭说：“不吃了，拿些蜜水来喝吧。”这个厨师两手一摊，只有血水哪来的蜜水啊？袁术听了以后，气愤交加呀，大叫一声，吐血而亡啊！这些残兵没有主，那各自都散了。刘备呢，听说这个袁术已经死了，就把这些降兵呢都收下来，回到徐州了。写了一封信给曹操，还上报朝廷啊，让这个曹操的手下的两个就是来监管他的朱灵、陆昭2个人嘛，让他们先回许昌留下军马就留下保卫徐州。朱灵和陆昭这2个人回到许都以后，
就报告曹操了。曹操大怒，谁让你们把军马都留在徐州了？就让把他们两个人推出去斩了。荀彧就劝说：“哎呀，明明是刘备有着生杀大权呀，他们两个人也没办法做主的呀。”曹操想了想，也是这么回事啊，就把两个人赦免了，就跟荀彧就商量对策。荀彧说：“你可以写信给车胄啊，你不是那得还留着你的人吗？你就让他在徐州啊，就把刘备除了，就省事儿呗。”曹操就写下了一封信啊，挑了个心腹，把信就送到车胄那边去。两个人，他那个使者呢，就把信送到了徐州啊，给了车胄。车胄呢，就让这个陈登来商量。陈登说：“这事儿不难啊，刘备正在城外呢，安抚百姓。将军只要在城边伏下一支兵，等他回来，一刀就把他杀了。”车胄很高兴，就去准备去了。其实他不知道啊，陈登和刘备的关系蛮好的。陈登出来以后，马上就去找刘备去。半路上就碰到关羽和张飞了，就把这事儿说了。张飞大怒，他就要回去找车胄，要把车胄杀了。关羽拦住他说：“不能莽撞呀，车胄在那边有埋伏啊，急了就闭门拒守，就不一定能破得了他。”张飞说：“总不能饶他的命啊！”这时候关羽说出一条计策来。陈登就听了他们的计策呢，就作为内应，就回城去了。当天晚上半夜啊，关羽就让这个兵士们打着曹军的旗号，就来到城边，说：“我们张辽奉曹丞相的命令，带人马前来接应啊。”车胄呢，有点怀疑，但是城外又催得紧，就披挂上马，带了1000多人出城，过了吊桥，就是张将军在哪里啊？这个时候没想到关羽就冲出来了，直接就来找着车胄说：“你怎么能存心不良，害我大哥？”车胄很惊慌呀，肯定打不赢关羽啊，就逃跑啊，就逃回城去啊。没想到这个吊桥都已经拉起来了，城上面设下乱箭啊，发现指挥射箭的是陈登啊。车胄只好这个进不了城嘛，就绕着城到处窜，然后被关羽从后面赶过来，一刀就把他砍倒了。关羽就在城边上大叫：“反贼车胄已经被我杀了，不管别人的事儿，投降的就免死。”他的手下的这些兵呢，就都投降了。陈登就开了城，把关羽迎进去。关羽呢，就出城去接刘备去了。刘备一听说把车胄都杀了，说：“车胄是曹操的心腹大将呀，如果曹操兴兵问罪怎么办呢？”关羽就说：“有我和三弟一起抵御曹操。”刘备回到城里以后呢，满城的百姓都来迎接啊，从此就说啊，有刘将军来治理徐州了。刘备就是也道谢了这些，跟这些黎民百姓道谢呀，心里头有很多心事啊，要跟刘关张他们还有陈登一起商量怎么去对付曹操了。啊，这一煮酒论英雄我们就讲完了。其实曹操确实没有看错啊，刘备也算是当世之豪杰，一个大英雄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